这个在湖边钓鱼的不是渔夫，而是野外求生专家。吃上香煎鲜美的鲈鱼，早餐烹煮上美味的辣条，采摘荒野摩门茶养养生。犹他州南部，这里被称为红岩之乡。本次贝子向此地发起挑战，在这平均海拔在6000英尺之地，拥有无尽峡谷、硬岩尖塔、数百平方英里沙漠，无比荒凉的同时，还拥有山狮、飞熊，还有非常危险的毒蛇等。运输机来到一片平坦之地，这时候飞机在地面滑行，贝子抓住大鱼，就这么慢慢下去，直到整个人在地面被拖行。之后双手放开绳子，滚了好几圈停下来。而此时飞机没停下来，直接开始慢慢上升，离开此地，正式开启求生挑战。好在贝子皮糙肉厚，问题不大。休息片刻，起身开始前行。走了一会，眼前出现尖塔形状的红岩，这些高度甚至超过10层楼高，坚硬和柔软的岩石混合，很不稳定。接下来看着太阳，便别一下方向，而眼前正是要去方向，直接往斜坡而下。途中带起沉重的波，非常危险。为了稳一手，在斜坡上找到木头，贝子打算一鼓作气，而这根木棍则是当刹车用的。找到合适位置，就这么快速下落。随后进入到处乱石斜坡，这边相对没那么多磕磕碰碰，快速穿过左右边都是尖塔的红岩区域，进入一片林木。这边生长的基本上是松树，而就在其中可见松枝，生火助燃的好东西，又可以用来当粘合剂。收集一些起来之后，沿着斜坡走下，进入到峡谷沟壑当中。这里有个干枯河床，求生中水源永远是重中之重。边走边探查，但找了好久就是没什么发现。地面非常干燥，这会想着多走些路程，开始一路狂奔起来。一个没注意，差点就全村一桌8人吃席。还好有个木头让贝子及时抓住，稳住心神，重新爬上来。看着下方深谷，一阵后怕，实在高的吓人。这会沿着山谷边缘前行，在这里停下脚步，常人看起来不可能下去，但这回贝子感觉可以，就这么慢慢爬到下方岩石层。接着这边遇到阻碍，试图先探出脚，但够不到，一手抓着上方岩石，突然起身，有惊无险的过了这个地方。接着沿着下方岩石斜坡前行，行进一段路程，直到没路，双脚顶部两边岩石，手上紧抓岩石缝隙，一点点下落，直到进入这个峡谷。而就在其中，赫然有水源。这趟辛苦没白费，就是水的成色有点炸裂，拿来穿的袜子当个过滤器，就这么装满水壶。完事起身，沿着下方山谷前行，走在蜿蜒曲折的道路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边似乎慢慢变窄，水流从高处落下，贝子不得不爬上去，落差还过得去。敏捷的身手很快爬到上方，镜头一转，走出峡谷。这回正进入森林和高灌木之地，期间地面发现一株植被，早期拓荒者带着马车行进，久而久之形成的马路。而这种植被在马路上经常可以看见，或许以前是一条马路。起身大约朝着这个方向行进，走了一会，在这边发现房屋，迎上去查看，看着废弃很久了，屋子都破损严重。之后来到外面，发现有个湖泊，正好可以钓钓鱼，搞点蛋白质，一旁就有些柳树，刚好利用一番。找到其中合适的，给它砍下来当鱼竿，接着再制作一个触发器。鱼线用背包上的，至于鱼钩，则是用房屋上的钉子制作。先把触发装置安装好，这会开始寻找诱饵，沿着湖泊边缘寻找。突然，贝子看到水中有东西，直接扑上去，也是很勇猛。就这么抓着小辣条，接着心慈手软的贝子，直接结束辣条职业生涯，当诱饵来用。等回到这边，挂上一小块辣条的肉，丢进去湖泊中。之后返回这边房屋，收集木板，制作一个离地的床体框架，上头绑着绳子，以防木板掉下去。做好这个，贝子来到湖泊，这会已然触发，赶忙给它拉上来。鱼钩赫然有一条鲈鱼，这下晚餐有了。等回到营地，收集来铁片，两边给它压弯，在里头点燃篝火，开启今天的烹饪。鱼放入铁片，就这么放在篝火中烤起来。等待期间外出搞一些草，
放在自己搭建的床上，这样躺起来没那么硬。完事烤鱼也差不多，给它拿出来，烤得焦熟的，剥开鱼皮，露出里头的肉。贝子用手抓起一块送入口中，鲜嫩多汁，富含众多蛋白质，有个牛肉几10倍。一阵狼吞虎咽，很快消灭干净。随着这天黑，贝子躺在庇护所中，这天就这样过完。等到隔天清晨，剩下一截辣条放入杯中烹煮，等了10分钟，拿来烹煮好的辣条直接送入口中，嘎嘣脆鸡肉味，还不错。吃完早餐继续出发，没走多久，来到一处高耸崖壁面前，估摸着有个150英尺，而绕道是不存在的。掏出收集来的绳子，一头绑上木头块，给它卡在岩石缝隙中，踩着层层岩架下去。等下落一段距离，这里更加陡峭，这回只能依靠绳子，没地方踩，慢慢降落。好在上方卡得够牢固，等下落有脚站的地方，这回绳子已然没了，重新回收绳子，接着往一旁狭窄通道行走，慢慢下落斜坡，最后再小跑一段，有惊无险来到下方，接着继续前行，进入到炎热的高海拔沙漠中。贝子一路火花带闪电，直到自己进入狭窄的峡谷当中，走进去一段距离，眼前没了道路，头顶还悬挂着石头，这就很危险了。掉下来不吃洗也伤残，利用烟囱攀登法，双手双脚顶住岩壁，就这么上去。窜天背一会就上到顶部去，之后继续往前走去。期间在崖壁有湿润水分，正好有点口渴，对着岩壁一阵吸，补充了一番水分，精神也上来，一路快速奔跑起来，速度之快让摄影师差点跟丢了。跑着跑着来到外面，停下来休息片刻，之后继续往前走去，进入干旱的灌木沙漠。在其中贝子找到个好东西，一种名叫摩门茶的植被，对于呼吸系统疾病很有帮助，比如花粉热、哮喘等等。收集一些，完事继续前行。在这片开阔之地，来到一处峡谷，下方正是河流。都说河流是求生者的高速公路，万不能错过。从斜坡走下去，来到河流边，接着沿着河流顺流而下。走着走着，前方阶段岩石阻挡去路，爬上去又很高，一旁还是无比汹涌的激流。面对这种局面，贝不绕都有意绕道了。往回走了一段路，发现这边有岩石，先是沿着一根巨大木头走到对面，爬到巨大岩石上，接着小心从这边越过另一个巨大岩石，但这个离对面较近的岩石还是有点距离，根本就跳不过去。最后没办法，返回这边阻挡去路的岩石旁，走上前把一旁木头推下去，瞬间就消失了，相当凶险，但没了退路，只能强行过去了。只见贝子掏出绳子绑在一旁的树木上，接着拉着绳子下水，不敢太过于离开岩石，突然被猛地冲刷一下，这也是最后还是有惊无险过来，继续沿着河流边行走，也不知道历经多久，地面发现马的粪便，一般情况应该有人饲养，这会一路小跑，地面也发现众多马蹄印，跟随脚印方向走去，期间还发现一些蛛丝马迹，没走多远，在上方赫然发现有人骑马，文明痕迹显现，本次挑战成功。